大家好，今天是美国东部时间10月2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时事金扫描，我是金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支持我们，点赞、留言，并且推荐转发。上一期节目我还在谈美军对委内瑞拉的地面进攻是一触即发，结果昨天晚上11点钟，川普突然出来对外正式公告，等于是判了委内瑞拉毒品集团和马杜罗政权的死刑。10月23号，川普深夜出来就委内瑞拉问题发表了紧急声明，直接表示不但在海上持续打击贩毒分子，还会对委内瑞拉境内的贩毒集团进行打击。而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已经选定了实施打击委内瑞拉境内目标的计划。令人吃惊的是川普在谈论造成美国人死亡的毒品走私的时候，点名了习近平。So now they're coming in by land, and even the land is concerned because I told them that's going to be next. You know, the land is going to be next, and we may go to the Senate, we may go to the Congress and tell them about it. But I can't imagine they'd have any problem with it. I think, in fact, while we're here, I think it's a good idea, Pete. You go to Congress, you tell them about it. What are they going to do? Say, gee, we don't want to stop drugs pouring in. They're killing 300,000 people a year. I think that's the real number, 300,000 people a year. So between that and my discussion with President Xi, I think we have never made progress like we've made. The sea drugs are almost dead. 美国把毒枭当成非传统战斗目标，直接展开军事打击，这可是美国对贩毒集团政策的根本性的转变。在传统上，对付贩毒分子是由警察、检察机关外加跨国司法合作去处理，往往是按下葫芦浮起瓢。而在更大利益的诱惑下，贩毒集团已经在逐步地控制美国周边国家的政治势力，甚至是控制政府。而川普证实了，仅仅是芬太尼去年1年就夺走了超过30万美国人的性命。因此，川普上台之后，直接就把外国的贩毒集团定性为恐怖组织，不再和海外的毒贩子讲什么仁义道德，使用军事手段拿这帮毒贩子当 ISIS 那样的恐怖分子来对待。而美军的打击呢，也是一波接一波。这边川普刚刚表示全面打击毒品走私，几个小时之后，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在今天的凌晨就宣布，美军再次打击了一艘属于被美国已经指定的毒品恐怖组织阿拉瓜火车集团的运输快艇。这艘船带着毒品，当时正在沿着已知的毒品走私航线在航行。算起来，这应该是美军近日第10次出手打击了。所以那艘快艇、毒品和6名的毒品分子被一起干掉。海格塞斯表示说，这是美军首次在夜间实施打击行动，针对毒品贩子，我们将以对待基地组织恐怖分子的方式对待你，无论昼夜，我们都将找出你的行动网络，追踪你的同伙，追捕你，并且把你击毙。川普亲口证实了，下一步打击的就不仅仅是海上了，而是陆地上的目标，包括毒品犯罪集团的设施、仓库，甚至是藏在委内瑞拉境内的毒品集团的训练营。这些毒枭不光是走私毒品了，现在还搞起了更恶毒的生意，贩卖新生儿和器官移植。昨晚，美国国家安全情报总监就当面向川普汇报说，
他的手下正协助逮捕墨西哥毒品集团的高层，其中一个还牵扯到了非常恶毒的婴儿贩卖。The most insidious was providing intelligence to the Mexican law enforcement that led to the arrest of a CJNG cartel-affiliated baby trafficker called La Diabla. Her whole money-making operation was centered around luring pregnant women, performing illegal C-sections, harvesting organs, and selling newborn babies. Mr. President, it's your leadership that has made all of this possible. I can tell you, in the midst of this government shutdown, our folks, like everyone around this table, are working 24/7 without pay and eager to get after this because they believe in your leadership and the mission that you have presented to them. 今天，一个真正代表着大战将至的爆炸性的消息从五角大楼发出来了，令一众军迷震惊。看来啊，马杜罗气数已尽啊，再大的能耐，这次恐怕也难逃一劫了。根据传统韩医学原理，肺为五脏六腑之首，鼻炎、哮喘、皮肤过敏和重症肺病皆源自肺部积热。扁康疗法是从根本上解决肺部以及整个呼吸系统的问题。扁康丸由20多味药用食材制成，问世50多年来，已经使全球超过16万人恢复健康。请点击影片下面说明中的链接，登录扁康丸官网，中文、粤语、英语24小时免费咨询服务，全球免费邮寄。10月24号，美国国防部宣布说，美国海军福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已从地中海转移到了美国南方，加入硫磺岛号2栖战斗群，部署到了南加勒比海和波多黎各，也就是委内瑞拉的对面。福特航空母舰上啊，装载了大约65架的各类战机，其中还有多架的咆哮者号电子战机、先进的鹰眼预警机等等。而福特航母打击群还包括了至少4艘伯克级的导弹驱逐舰等军舰相随。一旦到位，马杜罗估计啊，连躺平做个好梦的机会都没有了。据情报部门透露，当昨天2架美军的 B-1B 重型超音速轰炸机逼近委内瑞拉海域的时候，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一众的高官就已经纷纷地躲进了地下掩体，而同时间有几架政府飞机是紧急撤离了委内瑞拉。委内瑞拉的防空系统也进入了全面的戒备状态。另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啊，所有各国的航空公司从昨天开始已经改变航路，所有国际班机都绕过委内瑞拉的领空飞行。因此，你在航线图中啊，就可以看到拉美地区只有委内瑞拉的上空是一片空白，所有的国际航班全部绕行。而马杜罗最近的行为啊，我觉得已经开始出现类似精神分裂的症状了。他一边开始展示自己所谓强大的空军和防空实力，他放出一个视频，号称自己拥有24架俄制的苏30战机和80枚 KH-31A 反舰导弹，随时准备保卫委内瑞拉的海岸。
美军啊也是挺有意思，你马杜罗放视频出来咋呼，我也放出一部美军准备进攻的宣传片，那意思好像是在对马杜罗说，真打你不行，比宣传架势你也不是个个儿。一边宣传自己很强大，而另一边呢，马杜罗自己又亲自出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居然用半吊子的英文喊出了“不要战争，要和平，永远和平”，而且呢，重复反复地喊了半分钟之久。Not war, not war, not war. Just peace, just peace, just peace, forever, forever, forever. Peace forever. No crazy war. No a la guerra loca. No crazy war, no crazy war. Please, please, please. Yes, peace, peace forever, peace forever. 本来我差点就要被马杜罗学英文的这种刻苦精神以及大无畏求饶的真诚给感动了，却一眼就看到了他手上拿着的貌似是华为的手机，一下就把我逗乐了。这是给了多少广告费啊？自己就差喊投降了，还不忘了明目张胆的做广告。不过呢，话说回来了，这个人和华为啊好搭的，确实都属于一路货色。说实话，就马杜罗这点战力啊，估计美军真要开打的话，根本就是降维打击，差别类似于年轻时候的泰森和马保国动手。委内瑞拉的那些战机啊，基本就属于闪电五连鞭，估计没上天就会被彻底报销了。要说担心啊，我倒是觉得马杜罗手上现在的那5000支便携式的俄制真 S 防空导弹，因为数量很大，又可以分散的部署，如果美军进行地面战的时候对直升机，那确实是个很大的威胁。美军即将发起的对委内瑞拉马杜罗政府和毒品集团的打击，在我看来啊，是属于敲山震虎之势。多年来，拉美多个国家的贩毒集团已经形成了针对美国市场的联手的渗入。这也就是为什么昨天晚上川普除了委内瑞拉，还当众点名了墨西哥和哥伦比亚，预示着川普这一次可是下了大决心，彻底铲除南美各国所有毒品集团和他们背后的势力。You know, somebody came up with the word cartel. I won't tell you who that person was, but you got a lot of bad people in the cartels. And you could look at a country like Mexico, and I really respect the president. I really respect a lot of the people over there, but a lot of the leadership. But they are in fear in their own country because those cartels are running those countries, okay? And that includes Colombia. Colombia is a drug den. It's a drug den, and it has been for a long time. You got a lousy leader over there right now, bad guy, a thug. But they make cocaine at levels that we've never seen before, and they sell it back into this, and they're not going to get away with it much longer. We're not going to put up with it much longer. 美国财政部今天对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和多名支持者实施制裁，包括佩特罗的妻子、儿子和一名亲信。美方是指控啊，在佩特罗执政期间，哥伦比亚可卡因的产量激增至了几十年来的最高水平，导致大量毒品是涌入美国，并且毒害美国人的生命。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说，贝特罗纵容贩毒集团，拒绝制止贩毒的活动。
川普总统正在采取强力行动来保护美国，并明确表示我们不会容忍毒品走私进入美国。其实，在刚刚过去的1周里啊，在美国情报部门的配合下，在墨西哥等不同的国家已经抓住了至少3个大毒枭。而为了配合川普打击毒品走私的新战略，美国的情报和执法部门正在快速地建立一个全新的系统，叫做国家情报融合中心，让情报和执法部门打破系统间隔，在机构之间真正的首次携手，让信息直接演变成为雷厉风行的行动。好了，这一次的时事金扫描我们就聊到这儿了，需要您持续的支持啊！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支持我们，点赞、留言，并且推荐转发。如果愿意在资金上直接支持我们，就更加感谢了。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